洛阳的大火不是董卓临走前的一次泄愤，他带走皇帝、百官、人口和财富，再烧掉宫殿、粮仓和民居，是要让追兵即使进入洛阳，也得不到一座能够继续向西推进的城市。从军事上看，这次撤退成功了，但董卓烧掉的不只是联军的补给站，也是汉朝最后一个仍然能够代表中央的政治空间。他保住了军队，却让整个天下开始脱离朝廷。这个问题前面几期讲过过程，现在讲逻辑。洛阳正好位于关东联军主要推进的方向上，继续留在这里会让董卓的凉州主力长期暴露在东面与南面的压力之下，而他的军事根基更靠近凉州和关中，退往长安可以缩短防线，依托关隘阻止联军继续西进，也能让军队更接近自己的兵源和后方。从军事上看，迁都长安是一次合理的防御收缩。迁都本身是合理的，但只迁都不焚城。从军事角度推演，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宫殿还在，粮仓还在，道路完好，房屋可住。联军到了洛阳，就可能得到一座现成的前进基地，吃现成的粮，走现成的路，住现成的屋，然后继续向西追击。所以董卓最终的选择是强迁人口，运走财富，焚毁一切剩下的东西。从后来的结果看，联军本就缺乏持续追击的能力，而被彻底毁坏的洛阳又进一步抬高了继续西进的成本。曹操在荥阳遭遇失败，孙坚进入洛阳时得到的也不是一座可以继续支撑进军的帝都，而是一片无法迅速恢复补给和秩序的废墟。补给线要从南阳一路拉到伊洛河谷，根本无法支撑继续西进。联军到了洛阳就到了尽头。需要说明的是，正史没有一条记载明确写出董卓焚城是为了制造焦土，阻断追兵。以上是根据军事逻辑和实际效果所做的推演。董卓未必像后世参谋那样完整计算过每一步，但无论他主观意图如何，客观结果指向同一件事：洛阳的彻底毁灭，让联军无法以此为跳板继续进攻。然而，迁都未必一定要绝陵、掠夺和焚毁全部城市。真正毁掉董卓政治地位的，不只是撤退本身，而是他用军阀清洗敌占区的方式处理了汉朝的帝都。军事上他赢了，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远远超出一场撤退能够承受的后果。皇帝到了长安，朝廷也到了长安，百官排好了班次，诏书继续盖印发出。但一道诏书能够生效，至少需要3根支柱：一支能执行命令的军队，一套能传递政令到基层的行政网络，一个能兑现赏罚的财政体系。到公元190年底，这3根支柱正在同时断裂。军队分散在各路诸侯手中，地方行政网络被截断，从长安派出的使者能否进入各州各郡，取决于当地长官是否愿意配合。贡赋和税收被地方截留，长安能调动的财政资源越来越少。诏书从长安发出去，像石头丢进深井。朝廷下诏停火，响应者寥寥。朝廷调整刺史太守，被调走的不走，新到任的到不了。朝廷征召贡赋，回应越来越稀。但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反差，中央的强制力在急剧下降，中央的名分却仍然值钱。袁绍可以不听长安的任何命令，但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头衔是否高于袁术。他甚至一度想另立幽州牧刘虞为天子，给自己的阵营争取正统名义。刘虞拒绝了，但袁绍这个举动本身就说明，连盟主都觉得手上没有皇帝，号令天下就缺了最关键的凭据。各路诸侯不再服从朝廷，却仍然需要朝廷的名义。一个人要招兵，打着朝廷某某将军的旗号，比打着自己的名字好用。一个人想接管一个郡，手里拿着朝廷的任命状，地方配合的概率远高于带兵硬闯。皇帝管不了任何人，但皇帝代表的汉朝名分正在变成一枚所有人都想利用的政治筹码。这一点要到很多年以后才会被真正兑现。旧中央塌了，10几路诸侯曾经打着同一面旗走到一起，他们有没有可能变成新的秩序？答案藏在联军自身的运转方式里。联军没有统一财政，每一路的粮食自己筹，伤亡自己扛。袁绍是盟主，但盟主只是倡议者，不是指挥官。他可以号召，不能调度；他可以建议，不能强令。他没有权力罚一个按兵不动的人，也没有资源补偿一个出兵受损的人。于是逻辑就清楚了，谁先出兵，谁先损失，谁保存实力，谁反而安全。曹操在帐中提出追击方案，帐中没有人接话，没有人站起来说我跟你去。曹操带着自己那几千人追到荥阳，差点死在许荣手里。回到酸枣大营时，其他人仍然在饮酒。联军尚未完全解散，刘岱已经动手杀死东郡太守乔瑁，并重新安排东郡的人事。昨天还在同一面旗之下会盟的人，今天已经开始用武力解决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没有宣战，没有审判，杀完之后没有人追究。
因为没有人能追究。在一个无法惩罚旁观者，也无法补偿出力者的联盟里，不行动往往是最安全的选择。出力的人受损，不出力的人得益。这个机制一旦被参与者看穿，联盟就很难继续维持。联军可以反对董卓，却无法决定战后由谁来指挥，谁来分配利益。他能把人聚起来，却不能让人留下来。联军散了之后，每一个手里有兵的人都面临同一个问题：我的兵明天吃什么？军队每天消耗粮食、草料和军饷，家产能撑1-2个月，临时向豪强借贷能撑3-5个月。然后呢？没有固定产粮区的军队只能靠抢为生的军队走到哪里毁到哪里，人口逃散，田地荒芜，抢过一轮，下次再来，连可抢的东西都没有了，越打越弱，直到军队散尽。长期维持军队只有一条路，控制一块稳定的州郡，但地盘远比字面看起来复杂。一片空地不是地盘，一座空城也不是。真正能供养军队的根据地，至少需要几样东西同时运转：有一定规模的人口提供兵源和劳动力，有运转中的粮仓和税收体系持续供粮，有登记在册的户籍，知道辖区里有多少人，能征多少粮，有一批服从命令的地方官吏，能把政令从州府传到县乡，还有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层，与当地豪强大族之间的合作关系。汉末的基层真正掌握土地和人口的，往往不是朝廷派来的官员，而是世代扎根本地的大族。他们控制佃农、私兵和地方资源。一个外来军阀带着兵占了城，本地豪强不配合，粮收不上来，兵也招不起来。拿到头衔容易，让一块地盘真正运转起来，需要时间、行政能力和地方合作。曹操在联军瓦解后不久进入东郡，击败了盘踞当地的黑山军余部，随后被袁绍表为东郡太守。但东郡刚经历过反复劫掠，行政几乎瘫痪，重新恢复秩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打下一块地方是一回事，让它变成能持续出粮出兵的根据地是另一回事。把前面的链条收在一起，董卓摧毁了旧中央的现实基础，联军无法替代朝廷成为新的秩序中心，各路军事集团只能依靠控制地方州郡来养活自己。每一个诸侯都开始建设自己的财政、军队和行政体系。一旦这些地方体系形成并运转起来，就很难再有人愿意把手中的资源重新交回一个不能保护自己也不能惩罚自己的中央。过去的权力顺序是朝廷先任命官职，官员再管理土地，现在正在倒过来，军队先控制土地，再要求朝廷承认已经形成的事实。天下不是因为某一天有人宣布割据才分裂的，它是因为每一支军队都开始拥有自己的粮仓、官吏和生存逻辑，才一步一步碎掉的。旧中央消失以后，短期内没有任何一方拥有足够力量和足够信用，把所有人重新纳入同一套规则。从这一年起，决定天下走向的不再是长安传来的一纸诏令，而是谁手里真正握着人口、粮仓和一套能运转的行政体系。董卓烧掉洛阳，保住了军队，烧断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最后的连结。联军没能替代朝廷，各路诸侯只能各自寻找粮食、人口和土地。汉朝的名义仍在，天下的实际权力已经沉入州郡。洛阳的大火熄灭了，但它留下的余火开始在每一块地盘之间燃烧。公元191年，袁绍仍然拥有盟主的声望，却缺少一块真正由自己控制的州郡，而北方最完整的一块地盘就在他的面前——冀州。人口稠密，粮仓充裕，官吏齐备，只不过他现在属于别人。从下一期起，故事进入新的阶段，诸侯的刀不再指向董卓，他们开始指向彼此。袁绍将用一种不需要打仗的方式拿到他想要的东西。